不管是活人在阴间的旅行，还是人死后的魂魄，城隍庙都是进入阴间的第一道关口。死去的魂魄首先要去土地庙报到，然后拿到一份盖章的文书，然后去城隍爷这里去拿一个冥府的录影，这样子他才能顺利的走完第一个关口。如果没有这个录影，活人的魂魄在阴间可能会被抓走，死人的魂魄也无法顺利的走完阴间。城隍庙一直是民间当作办超度法事以及人死后停放棺木的地方，特别是头七之后尤其重要。人们把城隍庙当作进入阴间的第一道关口，小到平头百姓，大到皇帝，谁也逃不了这个规律。我们之前有一个视频详细讲过观落阴。其实观落阴就是活人在法师的指引下和他沿路的打点下，去阴间看自己的元成功，或者去找自己故去的思念的亲人。有时候呢，也是亲人走得比较急，来不及交代后事，那么后人也会通过观落阴这种形式去问一问他还有什么话没有交代。在民间就一直有这种传统，比如说老人过世以后，他们会选一个供奉祖先，或者是某一个忌日，或者是老人的大生日，会举办道场，然后在道场的某个仪式过程中，他们会把祭品烧给老人，然后呢，通过观落阴这种方式呢，去看看老人有没有收到他们的供养的东西。那么民间管这样的方式叫走阴，能够做这样事情的人叫走阴人。曾经有一个网友回忆，在他小时候，也就是距离现在20多年以前，在他已故曾祖父100岁生日那一天，他的祖父呢，也就是爷爷，带着几个兄弟在村子里办了3天的道场，仪式很多，也非常热闹。因为那时候呢，网友还比较小，他记不清具体的细节了，但是他记得有一个走阴的仪式让他印象非常深刻。让网友印象非常深刻的呢，是道场的第3天，那一天的下午祖父们准备了很多的祭品，包括竹屋，那时候在乡下的竹马店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就是给死人烧的那种。然后还有很多纸做的衣服、金银财宝、纸做的一些木箱子之类的。然后当时在一块很空的稻田上面堆放了大量的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开烧了以后呢，家族里每个孩子都分到一根桃木棒，让他们围着火场，也一边叫一边喊，就像是去赶走，他们说是为了要赶走周边来抢祭品的这些孤魂野鬼。在祭品烧完之后，祖父请来了一位法师，同时也在村子里找了一个身形比较干瘦的老头子。这个人呢，必须不是法师带来的，以免他们相互串通骗钱嘛。所以一般找的都是村里的一个老人。那他呢，阳气不能太足，个子不能太高，据说是这样子的人才不容易在阴间被阎王爷发现。然后那一天印象很深的是呢，这个老头子他就躺在一个竹席上面，然后身边坐着法师和他的徒弟，法师念着经，敲着木鱼，他的徒弟呢就在旁边烧着纸钱。慢慢的这个老头子就睡着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了一句话，好暗，看不见。然后徒弟听到了这句话以后，马上就拿了一张很大的黄纸在旁边烧起来。然后随着黄纸烧掉以后呢，这个老头子的手脚就出现了这种走路的摆动的姿势，就像在阴间走路一样。走着走着，他就开始说他看到了谁谁谁，他看到了谁谁谁现在的状况怎么样，看到了谁谁谁现在受到了哪些惩罚。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呢，就是说村里有一个很多子女的老太太，因为生前做了什么事，现在正坐在血盆里被受罚。他还说到了他们的爷爷，问到说爷爷也收到了那些祭品感觉很高兴。还说到前一段时间刚刚去世的村里有一个傻子，死后在阴间当了一个小官说的都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些已经去世的老人或者是新近去世的人。慢慢的他的脚步越来越缓，然后呢，法师就叫他回来了。没一会儿，老头子就醒了，但是他对自己在阴间看到的，以及他所在刚刚睡梦中说的那些话，已经全然不记得了。
这是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民间的一个走音，它一般是在法事或者是头七道场结束后民间会做的事，但是这种事情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会葬的法师也比较少了。这个走音事件呢，发生在20多年前的北方。那么到现在的话呢，就是可能民间它超度啊、头七啊都在做，但是这样子会护送走阴人到阴间去办事的法师越来越少了，也因为怪力乱神之说啊，很多人也没办法再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刚刚说的这个事情呢，是一个不专业的老头子在专业的法师的护送下去阴间给人办事，这个呢也叫走阴。但是呢，有一些人他是天生开了天眼的，或者是后天因为某一个因缘他开了天眼，或者是他因为修炼熟悉了走阴的咒语或仪式，那么他也会去阴间替人办事儿。但是即便是这样子的专业走阴人，他去阴间办事的时候呢，也最好是有会懂行的法师或者是同道中人，能够在阳间给他布一个金刚罩，这样子才会让他能够安全的万无一失的从阳间回来。在我的家乡呢，有一个老同学，当年我们还是同学的时候呢，这个人呢有点神神叨叨，过分讲义气，不是很靠谱。但是过了20多年，我们在碰头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变了另外一个人。他说他在10多年以前呢，因缘巧合进了道家，跟了一个师傅，经过了几年的这种打杂的活以后呢，师傅看他人也比较老实虔诚，就开始传授他一些法术。他呢也就开始学了一些道家的画符啊、念咒啊这些，当然也少不了练功读书啦。前几天因为叙旧嘛，我们又碰到了，然后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聊起了一件事情。他说他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外省的3个师兄同时来找他，说他们接到师姐的求助，师傅呢要求他们4个兄弟在全国的4个省份给师姐布金刚罩，因为师姐有受当地的一个警察的委托，要去阴间问点事儿。具体是什么事儿呢？就传说那个师姐所在的家乡它是一个县城，它的破案能力有限，但是这个县城呢发生了一起10几年来最大的一个凶杀案。这个凶杀案呢影响是比较坏的，为什么呢？就是大白天的一个身形彪悍的男人在家里平白无故的被人杀了，而且死状非常凄惨。他的死的时候呢，家里整个门窗没有任何的破坏，家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这个人就平白无故被杀了。附近呢，他们的整个因为这个县城的条件一般嘛，没有到处是监控，有限的几个交通里面呢，也查不到任何跟凶手有关的信息。调查了一段时间呢，这个案子就陷入僵局了。但是因为影响比较恶劣，一直破不了案，那么当地的警察他其实压力是很大。那么师姐这个人呢，在当地一直是一个看事儿，会做法事会预测一点未来的功力的这么一个人。从小家里的传统呢，也是做神婆。主办案的这个刑警呢，他其实是当地人，他也知道这么一个风俗想来想去实在是破不了案，怎么办呢？他就去找这位师姐。他说他知道从这种法子里找到的案件线索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不能上法庭作为证据。如果师姐能够去阴间走一回，问出受害人凶手是谁，那他知道至少是谁，可以从他身上去下手，去找线索，倒推过来总归能破案的嘛。那师姐呢，很多年也没有去做过走阴这么一件事了，因为她本身这个人是阴气比较重的，身体比较瘦弱，她就很担心去一趟阴间她回不来，因为她的祖上是有这么一个事情的，就是当年她的太奶奶还是奶奶之类的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在阴间回不来，就死掉了。然后她怎么办呢？她就去找师傅，师傅说，如果你这个事情是为救助冤魂而做，不是为钱财出发，那么你发心是好的。那么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把这件事情做成，怎么做呢？找4个同门里法力比较深厚的、悟性比较高的师兄给你布阵，然后呢，布阵呢不一定要在你身边，它在全国各地都是可以的。因为在道家的空间，它其实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地理空间，它只要在这师姐所在位置的四方
布好4个角的金刚阵，那他这个时候下去地府，在一定的时间里回来就没有问题。那么基于这种情况呢，我朋友就被他们找上了，因为他们都是同门师兄嘛。后来他们就约定在同一个时辰，这个时辰是师傅选好的，在同一个时辰在家里找好方位清场，就是避免被干扰，然后点上一炷清香，就念咒，同时念咒，在一炷香的功夫之内呢，4个师兄弟就念咒布金刚罩去照护这个师姐，师姐就下去。其实我们阳间的一炷香的功夫差不多就15到20分钟，那师姐足够时间找人吗？然后我这个同学告诉我说，其实在阳间的20分钟，在阴间有可能1天，也有可能7天，时间过得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然后幸好最后师姐找到了那个受害人，去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呢就一五一十的告诉他，还跟他讲这个凶手呢是他的熟人，是好兄弟，当时呢他也是没有任何防范就被杀掉了，具体呢也是跟这个人做生意的一些债务钱财有关系，但是这个事情不为外人所知，所以大家是不知道他们之间有债务纠纷的。后来师姐幸运的回来以后呢，就把这个细节告诉了刑警，因为涉及到案件的一个秘密性嘛，他有些细节就没有对他们说，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找到了凶手。后来当地的警方呢，就通过这个凶手是谁已经知道的这个事实，倒推过去，寻找到了很多跟案件有关的证据跟线索，从而破了案。但是这个事情呢，也涉及到一个刑警的公正性、客观性，所以也没有对外去公布这个具体是怎么破的一个细节。这位师姐所做的就是一件走阴人的事儿，她走阴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凶险的，并不是说你想下就能下得去，想回就回得来的。其实在我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位神人，就是我的小师妹，在18岁之前是没有开天眼的，也没有任何就是说具备看事的能力。就在18岁那一年，她意外在超市门口摔了一跤，失去意识，后来有生命危险，最后抢救回来的时候，她就莫名其妙的发现自己能看到很多事儿，看见很多东西，包括有一些预测未来的能力了，而且她还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去阴间走事办事。那么有一些人的走阴呢，他就不是具备什么法力之类的，而是因为一场濒死体验。比如说一个人遇到意外或者横死或者是重大疾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或者说在医学上他可能那一刻是真的死了，那么他就有可能会有一场去地府的经历。这种经历呢，比如说在国外也好，在我们古代的志怪小说也好，其实都有关于这些故事的一些记录。那么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濒死体验呢，是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唐山，那是源于唐山大地震。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的几年里国务院政府津贴特殊获得者天津市安定医院院长冯志颖教授在1987年和他的同事刘建勋教授曾经随机找了唐山大地震100位幸存者进行一个濒死体验的调查。他本人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背景的。他收回了大概有效的调查数据呢是81例。2个教授的这个记录呢，国内首次发布呢是在1993年的大众医学第5期，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那么温州日报呢也曾经在1996年的8月27号对这件事情做了报道。那么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濒死体验。在1976年的7月28号，银行职员王某呢，他是还在熟睡当中，但是他突然就感觉家里的天花板突然砸了下来，砸在他的胸口，他呢想叫叫不出来，然后人呢就昏死过去了。然后他感觉自己好像昏死以后进入一个很暗的空间，慢慢的这个空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人走在他的面前，对他说你跟我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想问他为什么，但是说不出话，只是身体不由自主的跟他走。然后他跟着这个长袍马褂人走，穿过了这个长长的通道，感觉到了个黑洞的尽头，突然就看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那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然后他也想跟着进去的时候，这个
穿着马褂的人跟他讲在门口等。他正耐心等着的时候，突然里面传来一声很大的声音说，他怎么来了？这个人还没有到时候，你赶快送他回去。然后长袍马褂人就急匆匆的出来，带着他往回走。莫名其妙的，他突然就醒了。醒来的时候发现他正在医院被人抢救。他是当年唐山大地震的幸运儿。多年以后他再回忆起这个细节，也是记忆犹新。他的经历呢，也就告诉我们说，人在死后好像就会去地府，就是这个地府的整个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可能稍微有些不一样，但是不约而同的好像都会经过这么一个宫殿去进行查看他的生死簿的感觉，来了解他的阳寿是否到。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会发现很多志怪小说里记录的一个人进了阴间返阳的过程，通常都是因为里面的人查看了某本资料来告诉你那阳寿未至。那么有些人的走阴呢就非常有意思，他呢并不是因为自己天生具备法力，或者是有开阴阳眼，或者是濒死体验，而是因为他的品行比较高，学识比较深厚，在世间的名声比较响，然后就会被阴府选为阴差。但是他去做阴差的时候，他还是个活人哦。这样子的神奇的经历就发生在清末民国初章太炎先生身上。章太炎呢，他人称太炎先生，是那个时代非常出名的国学大师啦。太炎先生曾对外宣称，他的国学水平还不到他中医水平的1/10。一代文豪鲁迅先生啊，都是他的学生。1914年的时候啊，章太炎因为不满袁世凯要称帝这件事情呢，就专门跑到总统府大喊大叫，还把袁世凯办公室里的家具呢砸得一塌糊涂。袁世凯气得发疯啊，但是也不敢杀他，只是把他好言相劝，骗到了龙泉寺软禁了起来。但是呢，袁世凯还是很尊敬这位先生的，他只是把他软禁在那，还给他配了很多的奴仆，给他1个月500大洋的生活费哦。他还交代这些仆人说，太炎先生在此居住期间，他的要求都要答应。那么章太炎呢，他也就是自己在龙泉寺的软禁期间，遇到了一系列让他去阴间当差的事情。后人是如何发现呢？就是章太炎先生啊，他在经历了去当鬼差的一段时间呢，神思不好，精神状态身体也不太好，非常苦恼这个事情，他就给自己的好朋友宗仰大和尚写信来问他怎么破。他在信里是怎么描述这一段经历的呢？他说在1914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做梦梦见一个人来请他去吃饭，那个人居然用的是古代请人的非常正经的名次，上面的邀请人啊，他看到竟然是海内文章第一三宗宰相无双的明武宗时期的大文豪贤相王敖。他出于好奇呢，就跟着人去了。去的时候呢，来到一个古代的宅子，装修呢也非常的豪华。他进去饭堂的时候，看到了在座已经有好几个人了。主人果然是王敖，对他盛情款待的同时呢，还给他介绍了在座的各位客人。然后他也记不清了，但是他发现陪客的客人里面居然有印度人、洋人，还有中国人还有古代人。然后他发现古人里面有一个是三国时期的文学家夏侯玄，甚至还有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章太炎很是奇怪，他知道自己在梦里，但是想，我跟这些人向来没有交集啊，为什么会邀请我来此处吃饭呢？后来王敖说，东岳大帝啊，听说先生是一个刚正不阿、非常刚硬的一个人，所以觉得这样的人去来我们阴间做判官是极好的。然后他说，我还活着呀，我来阴间怎么做判官呢？那王敖就跟他讲，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每天抽时间来就行，我自来会派人去接他。那章太炎也是老顽童心态嘛，他觉得挺好玩，那我就试试。然后果然从第2天开始，每当他入睡以后，就会有一个人进门来邀请他说，江先生该上班啦，然后会抬着轿子就抬他走。他通常是做什么呢？他跟王敖就负责南方的一些普通的案子，一般都不是什么大案，比如说都是一些鸡毛狗碎的抢劫啦，
诈骗啦、夫妻纠纷啦的这些魂魄之间的一些冲突，包括有些人告活人啦，活人告死人啦，都是一些不大的案子。他干了20来天以后呢，觉得很烦，有点干腻了。有一天在睡觉前，他就烧了一张请假条，他写了张请假条就烧掉了。果然第2天就没有鬼差来找他了，他就比往常要睡得好。要知道他当阴间判官的那20几天，每天都是昏头昏脑，精神状态也很不好啊，他也非常苦恼。他发现烧了假条以后，第2天就没人来了找他，他很高兴。第3天他继续烧，但是呢，他入睡了以后，照旧有人来接他，然后上头跟他讲，阴间事务太过繁忙，这次不准告假了。他就不得已又被抬走了。然后他后来就给中阳老和尚写信，他说这样子被迫做了一段时间，实在是太累了，如何是好啊？然后老和尚就给他出主意，教他法门去打坐。然后他大概打坐了有1个月左右，来找他的次数越来越少，到最后就不找他，他也就彻底从这件事情脱身出来。这就是姜太炎的一个去阴间当判官的记录。姜太炎除了描述他自己这一段在阴间当差的经历之外呢，他也说了，其实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他都是有阴间跟阳间的，只不过因为自己的受教育程度、自己的心念不同，所以下地府以后看到的阴间的情形可能是不一样。比如说他去当判官以后呢，阴间的那种刑罚，比如说大家理解的什么火烫啊，或者是尖冰戳啊，或者是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就是只有这个当事人才能看到自己在受什么刑罚，旁边的人因为自己的心念和经历不同，他甚至是看不到这个刑罚。所以地狱是每个人的地狱。他也说到，就是你在人间阳间做的什么事情呢，也会影响到自己在阴间的一个走向和所受刑罚的大小。他也说到了他在地府的一些经历，他说比如说他去地府的路上就永远都是看不到天空很明亮的情况，看不到，它永远都是灰蒙蒙的。有时候呢，灰蒙蒙的天可能稍微会亮一点，但是也没有太阳，也没有云朵，就是一整层灰蒙蒙的感觉。这种情形的描述啊，其实跟很多人去地府旅行中看到的情形非常相似。比如说有些人会飞起来，但是怎么飞都是飞不高，或者也落不了地，但是他们看到的天空永远是那种黄彤彤又透着一点红光的感觉。这跟章太炎看到的情形也是一样的，也是因为他在龙泉寺期间遇到的自己这么一个去阴间当判官的经历。要知道在去龙泉寺禁闭之前，章太炎他是一个也非常严谨的无神论者，甚至还写文章在报纸上批判过这些怪力乱神的事情。但是自从他自己有这么一段去阴间当差的经历以后呢，他就改信佛教了，然后就潜心研究佛学，然后呢晚年呢也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我想大概率也是跟这个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吧。20多年以后啊，章太炎的女婿在章太炎去世以后呢，收拾他的遗物，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呢，发现了他这封信。他的女婿呢叫朱敬宙，也是虚云老和尚比较出名的弟子之一。他在给岳父整理这个遗物的时候呢，发现了这封信，然后呢大为惊奇，也就把他岳父的这一段经历结合自己的感受，在当时的报纸上呢发了出来。所以关于章太炎的这段故事呢，也就流传了下来。今天的走印和走印人的故事呢，就分享到这里。欢迎来到青丘档案馆，我是馆长小杜。